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是谷口裕司医生所著的《不依赖医生和药物，真正治疗疾病的方法》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不应该依赖医生和药物的真正原因；第二，在家中可以轻松进行的提升自然治愈力的方法；第三，自然医学揭示的腰痛、膝痛等疾病的真正机制。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不应该依赖医生和药物的真正原因来开始解释。人类的身体是非常精密的，即使受伤也能够自行修复。当有害细菌侵入人体时，白细胞和淋巴细胞会自动进行对抗。这种自然疗法的能力是每个人都天生具备的。人体自动执行的所有行为都是有其意义的，即使是咳嗽、发烧、腹泻或疼痛。这些症状也都有其必要性，因为它们是身体进行维护的一部分。举例来说，腹泻是排毒的一种方式，可以清除体内积聚的毒素，相当于对身体进行大扫除。现代人经常会感受到压力，并暴露于各种有毒的环境中，因此身体内会积聚各种毒素，所以身体会自动进行调节，通过腹泻来排出过多的毒素，以防止毒素过量，从而导致肝脏受损。接下来，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发烧的情况。发烧实际上是身体在进行消毒，病毒和细菌等微生物对高温非常敏感。一般在接近40摄氏度的温度下，大部分微生物约2天就会死亡。癌细胞、流感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也是如此。因此，当身体受到外部感染时，我们的身体会产生发烧，以尽快消灭外部的侵入物。发烧实际上是身体防御机制的一部分，它有助于加速外部侵入物的消毒过程。对于发烧的理解非常重要，因为对发烧的误解会导致许多疾病的发生。例如，过敏这种疾病，如之前介绍的那样，是因为抗生素和食品添加剂等化学药物杀死了对免疫系统有益的肠道细菌，从而破坏了免疫系统的平衡。另一个原因是，药物抑制了身体通过发热来对抗疾病的方法。病毒从外界侵入人体是一个常见现象，通常由免疫细胞来应对。当外敌数量增加时，动员过多的攻击性免疫细胞对身体是有害的，因此身体通过发热来试图整体消灭这些外敌。然而，现代医学认为发烧是不好的，一般会使用退烧药来抑制发烧。结果，身体失去了最后的防御手段，不得不增多攻击性免疫细胞来对抗增多的外敌，这会导致免疫系统异常攻击正常细胞，从而引发过敏。反复用药会导致过敏体质的形成。除了少量的遗传因素外，大多数过敏是人为造成的。过敏被称为免疫系统的失控，但我们不应将其归咎于身体本身，而是要仔细思考为何会出现失控的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咳嗽。咳嗽有好的和坏的之分，但大部分情况下的咳嗽都是好的。唯一的坏咳嗽是由于焦虑或紧张引起的心理性发作性咳嗽，而其他情况都属于好的咳嗽。咳嗽实际上是一种肺部和气管的运动，就像我们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会感到想伸个懒腰一样，肺部也需要活动。此外，当人们面临压力和焦虑时，第三胸椎骨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到肺部的功能。这种身体的扭曲通常会通过咳嗽来自然恢复到正常位置。打喷嚏也是身体中重要的功能之一。我们的下腹部有着丹田这个能量的来源，打喷嚏会让丹田得到理想的力量，从而加速新陈代谢。因此，当感冒时，不要忍住打喷嚏，多打喷嚏有助于更快康复。有时候连续打喷嚏后，你会感觉身体开始出汗，这是因为代谢加速了。打喷嚏和咳嗽一样，都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种方式。接下来，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出血。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非常精密的，具有收集和排出血液中毒素的功能。就鼻血而言，它能够排出头部过多的老化血液，而吐血或便血
当然也具有解毒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为何肠里可能会出现息肉或溃疡，导致便血或在粪便中出现黑色血块？实际上，这些都是清洗溃疡等恶性组织的表现。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在西医中很少能治愈的疾病，但据作者的整体医院称，许多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治愈。医生对患者指导时说，便血越多，康复的速度就越快。子宫肌瘤等疾病，有时在经历1个月左右的不规则出血后，肿瘤会慢慢变小或消失。吐血、便血和不规则出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身体排毒的功能，是自然治愈力的一部分。这样看来，平时的腹泻、发烧、打喷嚏、咳嗽和有异味的汗水，都是身体自我调节的好现象。接下来，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疼痛。虽然疼痛会让我们感到不适，但实际上它对身体来说是必要的。疼痛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不该做的事情。此外，疼痛还可以视为身体对不正确使用方式提出的警告。疼痛是身体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需要休息和修复。作者称，为了缓解疼痛而去医院服药，实际上是忽视了身体的警告。当然，特殊情况除外，但大多数疼痛都发生在身体的修复期间。实际上，在身体疾病严重恶化时，疼痛往往不会出现。因此，当疼痛出现时，适当进行休息，可以加快康复的速度。总之，包括疼痛在内的身体各种症状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人体不是机器，通常的异常并不一定意味着故障，反而往往是康复的迹象。由此可见，轻易使用医院开具的解热药和止痛药对身体是多么有害。当在医院拍 X 光片时，若肺部出现白影，医生们往往会惊慌失措。然而，人类身体的组织和细胞在恢复时需要大量的营养，特别是钙。肺部的阴影正是这些钙的积聚所反映出来的。也就是说，当 X 光显示白影时，实际上那个部位正在恢复中。梗塞组织或癌症肿块的恶化本身并不会在 X 光中显示出来，但如果急于手术，病变部位就会被发现，因为身体还在修复过程中。为了修复这些部位，身体会从全身调集大量钙质。因此，作者质疑说，将身体自然而然的修复过程误认为异常的西医方法，是否真的正确呢？由此可见，身体自然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人类本来就具备的自我修复能力被称为自然治愈力。腹泻、发烧、咳嗽、打喷嚏和出血等症状都是自然治愈力的体现。如果用药物抑制这种自然治愈力，那么本来能够治愈的病症也无法治愈。对于我们的健康，重要的不是依赖药物来缓解眼前的不适，而是通过正确的健康方法来增强自身的自然治愈力。接下来，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心理问题。本书从各种角度解释了心理对身体的影响。压力、不安和恐惧引发的疾病非常多，尤其是不安和恐惧会加重病情。怀有这些情绪的病人通常会很难康复，因为免疫系统的最高中枢是自律神经，这在现代医学中已经成为常识。而掌管自律神经的是间脑，间脑与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压力会通过间脑影响自律神经的平衡。作者曾引导许多癌症患者走向康复，而这些人都是那些能够转变对癌症的意识，成功摆脱焦虑和恐惧的人。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在家中可以轻松进行的提升自然治愈力的方法。通过第一部分的介绍，大家已经了解了不依赖药物增强自身自然治愈力的重要性。在这里，我将给大家介绍本书中提到的几种具体健康法。这些方法都可以在家独自进行，且非常简单。首先是第一个健康法，晨间10分钟健康法。具体步骤如下：一、早晨起床后，先将被子掀开，仰卧并屈膝；二、双手快速摩擦加热后，顺时针按摩腹部；三、充分揉搓整个腹部；四、伸直双腿，然后抬起一条腿约20厘米，
交替摩擦大脚趾和第二脚趾，进行约20次后放下，再对另一条腿重复同样的动作。5. 再一次屈膝，将双手放在小腹上，深吸一口气，然后呼气时将头抬起约30到40厘米，重复2到3次。6. 先俯卧，然后起身端坐，将双手放在脐部，用4根手指轻轻按压，同时深呼吸并向前倾斜身体。呼气完全后，自然地从鼻子吸气，恢复原位。重复这个动作3到5次。这套晨间10分钟健康法，只需每天早晨起床后进行，就可以有效地提升您的自然治愈力。接下来是第2个健康法——双手气功术。这是一种可以坐着进行的呼吸法，具体步骤如下：1. 端坐，挺直背部，微微向后挺腰，放松肩膀，双手在胸前合十。2. 想象吸气时，气息从双手指尖进入体内。3. 深吸一口气，想象将大自然的气息吸入体内。吸气完毕后，慢慢从双手指尖将气息吐出，想象将气息送回大自然。4. 重复以上动作5到10次。5. 放松身体，恢复到自然状态。接下来是第3个健康法——眼睛的护理。现代人常常因为眼睛疲劳而导致肩颈紧张和头痛，因此眼睛的护理尤为重要。具体步骤如下：1. 准备一条温度适中的湿毛巾，温暖但不烫手，将其敷在眼睛上约6分钟。2. 热敷后，用双手轻轻按摩眼睛周围，促进眼部血液循环。通过这些简单的步骤，您可以有效地保护和舒缓眼睛。接下来是第4个健康法——促进消化系统健康的方法。足浴对于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非常有益。具体步骤如下：1. 将水温调高，比通常洗澡时稍微热一点，直至水能淹没双脚至膝盖位置，然后浸泡双脚约6分钟。2. 在浸泡期间，如果水温下降，可以适量添加热水，确保水温持续舒适。3.6 分钟后，将双脚从水中取出，用毛巾擦干双脚。4. 将没有发红的脚再次放入水中浸泡2分钟。如果2只脚的温度差不大，则可跳过此步骤。完成足浴后，记得注意保暖，避免双脚受凉。以上介绍的4种健康法都可以在家中轻松实践。虽然方法简单，但实际效果却不容小觑，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是第3部分：自然医学揭示的腰痛、膝痛等疾病的真正机制。本书从自然医学的视角探讨了各种疾病，并提供了独特的理解和看法。例如，对于腹泻，西医可能会将其视为肠道问题，并开具止泻药。然而，从自然医学的角度看，腹泻实际上是体内毒素的一种排泄方式。这种自然医学和西医的观点差异不仅存在于腹泻和发热等症状，而且在许多其他疾病中也很常见。今天我们将从中选取一些主要的疾病来进行介绍。首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腰痛的问题。腰痛是许多人普遍面临的问题之一。从自然医学的角度来看，腰痛实际上是身体向主人发出的一种紧急需求的信号。如果患了腰痛，首先要在缓解疼痛期间注意休息，并改正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此外，腰痛还可能是内脏异常或体内疲劳的表现。这些内在问题最终会导致腰椎骨的扭曲，因此仅仅治疗骨骼扭曲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就像止痛药一样，只是暂时减轻疼痛。腰痛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胃部长期疲劳，其次是肾脏的过度负荷，此外还可能与肝脏功能异常、脚踝问题、卵巢或子宫障碍等有关。无论哪种情况，基本上都需要对引起问题的内脏进行调养和保健。举例来说，如果胃因长时间使用而导致腰痛，通过适当进行进食，让胃得到休息，最终也能改善腰痛的问题。对于腰痛来说，关键在于找出根本原因，让引发问题的内脏得到充分休息，这点非常关键。接下来，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胃胀和胃部不适的问题。
最近喉咙堵塞和反流性食管炎的病例正在增加，而胃的不适在现代人中非常常见。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由于胃的长期疲劳引起的疾病，比如腰痛，被认为是非常普遍的。许多慢性问题，如身体沉重、精神不振等，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源自于胃的问题。胃不适的主要原因是过度进食。棘手的是，很多时候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吃的太多，适量的饮食因人而异，甚至对于同一个人来说，每天应摄入的食物量也会因当天的状态而异。避免过度进食的方法是在没有饥饿感时不要进食，这似乎很明显，但很多胃部疲劳的人在没有饥饿感的情况下仍然在进食，可能是因为到了规定的时间，食物很美味，觉得浪费不吃等原因，而不必要的进食。如果肚子不饿，那么胃就在向您表明它仍然需要休息，就像我们不愿意被强行叫醒一样。胃长时间的过度进食，最终可能导致慢性疲劳甚至变形，这就是所谓的胃扩张。在这一点上，需要注意的是，肚子叫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您马上就要进食。胃在食物未消化的时候，也会经常运动，这时候肚子也会发出咕咕的叫声。肚子发出声音并不总是代表着饥饿，正如之前所述，长期食量过多会导致胃不断扩张而无法缩小，这实际上是胃疲劳的一个迹象。然而由于胃处于扩张状态，我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肚子是空的，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是午饭时间或肚子叫了就随意进食，而是应该根据真正的需求来进食。尽管我们常说吃到8分饱，但实际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请大家务必记住，吃得过多会对胃产生巨大的负担。接下来让我们来谈一谈息痛的问题。息痛困扰着很多人，事实上除了直接的外伤，例如撞击等，息痛的99%是由于腰部问题造成的。膝盖受到了腰部问题的直接影响。在作者的诊所里，有许多因息痛而前来就诊的患者。然而据说只要治疗腰部问题，几乎所有息痛的患者都可以康复。膝盖积水也是由于腰部问题引起的。一位10年前经常定期排水的患者，在接受了作者的一次腰部治疗后就完全康复了。作者认为，只要腰部保持健康，就不必太过担心膝盖等部位的问题。这说明腰部和膝盖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此外，许多女性因生殖器问题引起的息痛，通过调整腰部问题几乎都可以解决。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肩颈疼痛的问题。肩颈疼痛有许多不同的原因，但最近据说由于眼睛疲劳引起的情况特别多，这可能是因为电脑和智能手机的使用增多。眼睛疲劳引起的肩颈疼痛通常表现为颈部根部出现硬块，很多人会在这个区域进行按摩，但按摩的效果只是暂时的，很快肩颈疼痛就会再次出现。这是因为按摩并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相反，一旦眼睛疲劳得到缓解，这个硬块就会迅速消失。关于眼睛的护理方法已经在前面介绍过了，特别是那些长时间使用电脑的人，平时需要特别注意保养眼睛。除了眼睛引起的肩颈疼痛外，男性中较常见的是由压力性神经紧张引起的。当突然受到惊吓时，人们会不自觉地耸肩。实际上，压力性神经紧张的状态会持续存在。女性经常因生殖器问题而出现肩颈疼痛。如果卵巢或子宫等生殖器出现问题，通常不会出现明显的腹部症状，而会表现为脚部冰冷或肩颈疼痛等症状。颈椎骨中的第6颈椎与生殖器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此外，肩颈疼痛的原因还包括胃和肝脏的疲劳、心脏不适等。无论原因是什么，重要的是不要只是暂时性的缓解疼痛，而是要让造成问题的内脏得到休息。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